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Q 妹频道。2021年出了非典型肺炎 COVID-19， 其中也发生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事件。看视频的你们，有什么事件是让你们记忆犹新的呢？今天我要跟大家重温2021年发生的大事件。如果要重温2021年，那一定要从新冠肺炎 COVID-19 开始说起。从2021年1月开始，各个国家开始接种疫苗，也在年中开始打第二剂，而第三剂也在年底陆陆续续开始接种。从1月开始，印度就开始被新冠肺炎 Delta 毒株影响，在3月并达到高峰，印度几乎每天9万人确诊。从11月开始，新冠肺炎毒株 Omicron 从南非开始传播。至2021年12月底，全球已有超过2亿9千万人染病，500万人死亡。2月24日，老虎伍兹车祸。著名高尔夫足球老虎伍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严重车祸，当时度假出行至洛杉矶南部，突然失控，导致车辆多次翻滚，伍兹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手术，他的右腿的胫骨和排骨呈现粉碎性骨折。出院后他已痊愈，但不能再全职打高尔夫。3月23日，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阻塞事件。在3月23日埃及标准时间上午7点40分，400米长的长荣海运货柜船长次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这艘船在沙尘暴中受风速高达每小时74公里的强风吹袭而偏离航道，并与运河底部碰撞并搁浅，完全阻塞了运河，而其他船只无法绕行，造成超过300艘船只排队等候，阻塞了运河整整6天。在这赌船事件中，网络上也引发了一堆好笑 P 图，好多无厘头的解决方案。苏伊士运河掌管了全球约 12% 的贸易流量，这6天总损失估计在540亿美元。4月2日，台湾大鲁阁号列车出轨事故。4月2日上午9点28分，在清水隧道北口太鲁阁号列车出轨。太鲁阁号列车在经过隧道时与滑落边坡的工程车碰撞出轨，然后冲入隧道，擦撞隧道墙壁，并且造成多名乘客抛离原位，造成49人死亡和213人伤。当下载有498名乘客，这次事故为台湾铁路史上死亡人数第2多的事故。台铁紧急动员抢修队，耗时7天抢修完成。4月9日，菲利普亲王去世，享年99岁。4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去世，享年99岁。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的葬礼在4月17日
在温莎城堡内的圣乔治教堂举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储查尔斯等30名皇室成员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出席。部分民众在温莎城堡外献花悼念。葬礼开始前，英国全国默哀1分钟，葬礼时长约50分钟，全程电视转播。葬礼结束后，菲利普亲王的棺椁被送入圣乔治教堂地下的王室墓室安葬。4月21日，南加拉号潜艇沉没。4月21日早上3点，南加拉号潜艇在巴厘岛以北进行鱼雷演习时，获准下潜后就在深水区失踪。事发时，潜艇上有53名艇员。当局派出了将近24艘船只参与搜救，搜寻范围覆盖至10平方海里的区域。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及美国、澳洲陆陆续续协助搜寻。在4月25日，新加坡救援船迅速救援号抵达后，使用遥控潜水器在上午9点4分找到潜水艇残骸，并确认潜水艇沉没在838公尺的海底，断裂成3段。同日，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失联的印尼潜艇已确认沉没，宣布潜艇上的53名官兵罹难的消息。2021年5月，以巴冲突。这冲突起因是由以色列最高法院准备做出是否驱逐位于谢赫贾拉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将其住房交给犹太定居者的裁决开始。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于5月6日在谢赫贾拉社区开始，但冲突很快蔓延至阿克萨清真寺、卢德、以色列和西岸的其他阿拉伯地区。5月10日，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50枚火箭弹，以方有2人受伤。随后，以军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军事设施，8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被以军炸死。这一连串的空袭就从5月10日轰炸到5月20日。在5月20日晚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安全内阁一致同意接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随后，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也证实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停火于以色列当地时间21日的凌晨2点生效。以巴冲突也到此结束。7月8日，吴亦凡事件。在7月8日，19岁的网红博主都美竹在微博上发布指控吴亦凡在1年前的一场聚会后强奸了他。他进一步指控吴亦凡引诱年轻女性发生了性关系，有些人是未成年人。虽然吴亦凡完全否认这些指控，但是他也因为这些事遭很多合作的品牌如 Louis Vuitton 和 Bulgari 解约，并在7月31日被公安以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不可保释。
至今吴亦凡被关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宣判。2021年7月，中国河南省水灾。2021年7月17日，中国河南省遭持续性暴雨引发了特大水灾。在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的地铁在傍晚6点10分全线停运。随后，积水冲垮出入场挡水墙，然后进入5号线海滩市站和沙口路站之间的行车隧道，导致一列编号0501的列车被困隧道内并进水，积水超过乘客胸口，最高水位甚至到达乘客脖子。郑州地铁5号线严重水浸事故导致了14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京广北路隧道是受灾最严重的地点之一。该隧道全长1835米，总高6米。在5点40分左右，积水在几分钟内将隧道完全淹没，导致300多人遇难。7月东京奥运，因疫情影响推迟了1年之后，东京奥运会2020终于在2021年7月23日，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除了点燃圣火和选手入场，特别美国以总数113面奖牌、39金、41银和33铜名列第一。8月6日，梅西离开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在8月6日宣布与阿根廷球星梅西续约失败。巴塞罗那负债超过10亿欧元，所以因经济原因，西甲联盟拒绝批准梅西的新合约，所以续约失败。这让巴塞罗那的足球迷心碎。巴塞罗那发自内心感谢梅西对于球会的巨大贡献，并祝他未来一切顺利。梅西并在8月10日加入巴黎圣日耳曼。8月31日 ，Cristiano Ronaldo 回归曼联。8月31日，曼联宣布正式与 C 罗完成签约，合约为期2年，附带1年续约选项。C 罗成功回归曼联。C 罗表示，曼联是一家一直在我心中占据特殊位置的俱乐部。在上周五官宣后，我收到的所有信息让我深受感动。12月，前泽友作国际空间站之旅。12月8日，46岁的日本亿万富翁前泽友作乘坐俄罗斯联盟 MS-20 宇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进行为期12天的太空之旅。在这12天国际空间站之旅，他在 YouTube 上向他的100万名粉丝介绍了他在国际空间站内执行平凡任务的视频，例如刷牙和上厕所。他也向粉丝展示了如何正确喝茶，以及如何在零重力条件下睡觉。在12月20日，前泽友作完成为期12天的国际空间站之旅，顺利返回地球。12月17日，王力宏与李静蕾事件。
在2021年12月17日深夜，王力宏的妻子李静蕾于 Instagram 以及新浪微博上发表的长文，揭露了王力宏的私生活丑闻、家庭关系、婚内出轨等，引起各界巨大的关注。李静蕾指控王力宏在婚姻关系中仍多次嫖娼以及婚内出轨。而王力宏在12月18日下午从中国大陆返回台湾。王力宏并在12月20日在社交平台上发表道歉文，表示没经营好婚姻，没注意自己的言行，并且会承担起父亲以及公众人物的责任，暂时退出工作。12月，吴宗宪儿子露西派吸毒事件。12月26日，23岁星二代露西派吴宗宪儿子在路边吸食大麻被捕。在台湾，大麻分类为2级毒品。露西派于25日圣诞节晚上在夜店消费，返回途中在广场前抽烟解酒。他声称自己不知道该烟含有大麻，是夜店酒友送的，但他吸食大麻是事实，而且还是坐在广场上公然吸毒，创下犯罪史奇葩纪录。露西派在人赃并获拘捕后，被大姐吴珊如以10万新台币交保候审。吴宗宪并在社交网 IG 愤怒发文称，恳请法官从重量刑，更是深深自责，愧为人父，子不教父之过。现在就让我们看看2021年离我们而去的明星有谁。香港资深演员李香琴在2021年1月4日在香港金士伯伊丽莎白医院去世，享年88岁。吴孟达在90年代陪伴大家以及给予好多美好回忆的达叔，在2021年2月27日因肝癌病逝，享年70岁。廖启智，老戏骨，黄金配角，资深演员的智叔，在3月28日因胃癌病逝，享年66岁。黄树棠，在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出演球叔的资深演员黄树棠，因肺癌病逝，享年77岁。2021年家喻户晓的好莱坞电影有 Eternals、 Spider-Man No Way Home、 Shang-Chi、 Black Widow。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以上就是 Q 妹总结的2021年令人惊讶的事件。看完视频的你们是不是也跟 Q 妹一样对某些事件抱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呢？又或者你们记得一些 Q 妹没有提到的2021年发生过的事件呢？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留言跟 Q 妹分享。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你按赞、订阅、分享。